大家好，我是老宋。今天飞往的是位于九州地区的阿苏熊本机场。熊本市是九州中部的重要城市，以悠久的历史、自然景观和武士文化闻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包括可爱又超人气的吉祥物熊本熊，可以说是把整个熊本推广到了全日本乃至全世界。另外，正如机场名称所展现的那样，阿苏火山也是熊本乃至整个九州最著名的景点之一。辽阔的火山地形、草千里以及雄伟的阿苏中岳火山口都非常值得一访。而说到九州的名胜，除此之外，同样位于九州中部的高千穗也是一大观光胜地。这里充满神话色彩的峡谷、壮丽的自然风光以及浓厚的传统文化而闻名。虽然阿苏和高千穗两地距离不算远，但长期以来由于交通不便，如果不开车的话，要同时游览这两个地方会相当困难。不过这一次，阿苏到高千穗的直达巴士的开通，让依靠公共交通旅行的旅客也能轻松地同时到两地旅行。熊本真的是旅游特色很明显的一个地方，既有这个熊本城，还有熊本熊。因为刚好今天是中午的航班，还没吃饭，先去吃个午餐吧。这个机场它其实有挺多餐厅的。不但有熊本的，还有大分、宫崎的特产。今天就点一个熊本的猪肉吧。熊本机场去市区其实还挺方便的，它有直达的这个巴士，然后巴士站旁边它有这个售票机，巴士的售票机，可以在售票机上先买票，也可以在车上刷信用卡的，其实都可以的。巴士到樱町的巴士总站了，然后呢，它还继续开到熊本站。我今天订的酒店呢是在樱町巴士中心附近的，所以从这边下车。樱町巴士总站它也是一个很大的复合商业设施，除了巴士站以外，还有很多的店铺，也挺适合逛街的一个地方。今天的天气也是特别的好啊，熊本这边温度特别的舒服，很适合秋天在这边走一走、逛一下。昨天坐机场巴士过来的时候，就是在这一站下车的。然后呢，今天要从这里继续出发，坐巴士去阿苏站。6号站台这里就是到阿苏机场，然后呢，包括高森、高千穗，然后还有阿苏站。然后呢，第3班车那个特急到大分的，然后它是会在阿苏站停的。然后坐巴士的话呢，可以在这个售票机上提前买票，当然也可以在车上直接刷信用卡，也挺方便的。其实，选大分方向，阿苏站前，现金或信用卡都可以。如果觉得麻烦的话，其实也可以在网上预订的。然后网上预订的话呢，它直接会发这个乘车的码给你，保留在手机上。上车的时候给司机看就可以了。然后现在熊本这边呢，日本其他地方的交通卡现在都不能用了，所以大家如果坐车的话、坐巴士的话呢，可以用现金，也可以直接用信用卡，我觉得这个是最方便的。从熊本市前往阿苏站主要有2种交通方式，最常见也最省心的方式是从熊本巴士中心搭乘前往阿苏方向的高速巴士，车程约100分钟，班次稳定，行李空间充足，非常适合没有开车的旅客。而且巴士中心位于熊本市区内，所以如果住在市区，则可以非常方便的前往。
其次，也可以选择乘坐 JR 丰肥本线的列车从熊本站直达阿苏站，全程大约1小时30分钟左右，是喜欢铁路旅行者的热门选择。不过缺点是，首先需要从市内乘车前往熊本站，另外，如果说没有赶上直达车，则需要进行一次换乘。到阿苏站了，阿苏真的是第一次来。虽然今天天气不是特别好，但是有一种郊外特有的这种清新和舒畅感，特别舒服。緊急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哎，1枚でお願いします。お待たせし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可以买这个一日乘车券，每个人是2000块钱。然后呢，这个是时刻表。当然，如果说不买这个票的话呢，也可以单独买票，车上付现金或者是信用卡刷卡都可以。每天的班次还挺多的，然后下一班是12点50。阿苏山位于日本九州熊本县中央，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火山群之一，以巨大而开阔的破火山口闻名。整个阿苏火山由多座火山体组成，其中最著名的是仍持续活动的中岳，它经常释放火山气体，是观测火山活动的重要地点。阿苏地区的地形十分独特，广阔的草原、起伏的火山丘陵与古老的火山口形成的壮丽景观，不仅是研究火山地质的重要区域，也是人气极高的观光地，四季风景各具魅力。下车了，这里是草千里站，很多人应该是直接会先去火山口的，然后因为今天是中午的时间，所以先到草千里站这边逛一下，然后呢准备吃个午餐。这边有一些餐厅，感觉这个地方特别开阔，很舒服啊，而且今天温度刚刚好。熊本这边就是马的刺身，马的刺身的话就是马的生肉，他们还挺有名的，当然也有牛排，如果不喜欢生肉的话呢，也可以吃牛排。今天点了一个比较有熊本特色的汤面，里面有很多的各种食材，然后很宽的这种面，有点像山梨县的他们那种hot dog。我觉得秋冬季吃这一碗汤面应该挺舒服的。另外，它这个套餐还有就是马的刺身，也就是马的生肉。我觉得马的这个刺身呢，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没有什么腥味之类的。然后呢，口感比较有嚼劲儿，很有韧性的这种肉。另外，他们熊本这边好像高菜也比较有名，所以它这个饭里面呢会加了这个高菜和米饭一起煮的，这个也是比较有特色的。现在感觉雾气出来了，然后左手边那边你也可以看到火山喷发的那个烟雾，真的是活火山。近看还真的是挺壮观的，可以在这个草坪上散散步，非常舒服。
这里还有一个阿苏的火山博物馆。这里就到阿苏山上站了，然后从这个地方呢，可以再往上去火山口的地方，但是根据每天天气的情况不一样，开放的区域也不一样，有时候不能到最顶端的那个火山口的地方。阿苏山上站这边，它还有一个很大的纪念品，然后还有特产的店。坐巴士到火口的这个地方了。从阿苏山上站到这边其实挺近的，但是它因为是上山路嘛，如果你走路的话还挺麻烦的，坐车的话5分钟就上来了。然后这边就可以到火山口了。的确，空气中会弥漫着一股这种硫磺的味道。哦，终于到火山口了，这个烟还挺大的。有人开始咳嗽了，的确，这个烟雾确实挺大的，不过挺壮观的。里面那个绿色的话呢，它就是硫磺水，然后热水上面的这个白色呢，其实它是这个水的水蒸气。如果是温度比较高、温度比较低的话呢，它这个水蒸气就会看得比较明显。感觉现在好像天气变好了，然后整个底下看得更清楚了。I hear your whisper through the wind. Here right now, there's no place that I would rather be. So let this moment last. 从火山口下来之后，再继续坐3点45的巴士去阿苏站。又回到阿苏站前了，今天真的是非常舒服，完全不冷不热，温度刚刚好，真的是特别秋高气爽的日子。熊本的话呢，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有海贼王的这个铜像，在阿苏站前有一个，很多人会在这儿拍照的。因为明天呢要从这边直接去高千穗，也是九州非常有名的一个景点，算是宫崎县了。它有一个新开的直达的巴士，从阿苏站直接到高千穗的，很方便。所以今天晚上就住在这儿，然后就选了站前的这家酒店。果然是万豪系的，品质还是在线，很漂亮这个房间。空间其实也挺大的，很舒服，然后特别大的双人床。哇，这个酒店的视野也特别好，刚好就在阿苏站前。虽然是5楼，但是因为没有什么高楼遮挡，真的是非常漂亮。车站旁边这里还有一个道の駅公路休息站，然后这个地方它是下午6点关门，晚餐可以在这里面买一点东西，里面东西还挺多的，有各种特产品，然后还有一些这种面包啊、熟食之类的。因为6点钟关门了，所以现在5点多，很多东西都开始打半价了，很便宜，只要500块。原价1200块，现在只要300块。买了一些晚餐，然后明天早晨的早餐都买好了。这是当地比较有名的阿苏牛奶做的优格酸奶，然后这
这应该是他们当地的这种炖的蔬菜，然后还有一些零食。这个其实挺有名的，它是有阿苏牛肉做的这个饭团，这也是阿苏的布丁，都算是比较当地有特色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甜品，所以还是挺丰富的。然后刚好在酒店里面挺舒服的，简单吃一些。所以在这种地方住真的是视野特别好，一打开窗外面就是这种田园风光，然后特别安静，周边也有一些温泉，然后晚上的话呢，其实也可以去泡一下温泉。所以今天还是要从阿苏站前坐巴士，然后呢去九州另外一个特别有名的景点叫高千穗。高千穗这个巴士从阿苏直达高千穗的这个巴士呢，是今年10月份才刚刚新开的一个巴士，就会方便很多，一次可以去阿苏和高千穗2个地方。目前的话呢，每天是有3个班次，今天坐的是最早的9点的这一班，然后中午还有一班，下午4点钟也有一班。车来了，就是这辆车，从阿苏到高千穗的这辆巴士。还有一个大的熊本熊，挺可爱的。这座位的话还有插座的，还可以充电，其实挺方便的。今天感谢您搭乘产交巴士，本车是途经高森站前，开往高千穗巴士中心的阿苏7号号。从阿苏站出发，可搭乘由九州产交巴士公司运营的直达巴士前往高千穗厅的高千穗巴士中心。该线路为阿苏到高千穗的专线，全程约66.1公里，车程大约1小时50分钟。目前巴士每日运行约3个往返，从阿苏站发车时间为早晨的9点10分、中午的12点50和下午的4点钟。该线路为希望同时访问阿苏与高千穗2地但不自驾的旅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如果大家担心座位紧张，可以提前在网站上预订车票，当然也可以在乘坐时刷信用卡或支付现金。本日は観光バス阿蘇地方号ご乗車くださいまし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到高千穗了，完全是一个小镇的感觉。其实一直是想来高千穗的，一直还没有机会，今天终于来了。这也算是九州特别有名的一个地方，然后有一个高千穗峡，它其实呢也跟阿苏火山的喷发有关系的。之前应该是喷发后的岩浆流过的地方形成了一个 V 字的峡谷。从下车的地方到那个高千穗峡谷的地方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大概1公里左右吧，走过去25分钟，然后可以顺便的逛一下这个小镇。继续往前走呢是高千穗峡，然后右手边的地方呢是高千穗神社，这也算是这边比较有名的一个景点了。一路都是有一些这种标识的，所以走起来挺方便的。这里的大片叶子都已经红了。高千穗果然是名胜地，游客特别多。下面这个就是乘船的活动。乘船的话呢，它需要提前预约的，最好提前预约。当天的话呢，可能比较困难。还好提前预约了，它是当天的券已经售完了，全部售完了。现在感觉太阳好像出来了，天气又变晴了。一个人划还是稍微有点麻烦的，就必须得时刻划着船，所以最好是2个人或者是3个人的话，就会比较方便一些。
愧是九州的名胜，真的很漂亮这个地方，尤其是红叶季现在，然后随风飘落的红叶。然后前面地方还有一个展望台，可以看一下峡谷的风景。这还有一家餐厅，然后看起来风景还挺棒的。它这个装茶的还挺有意思的，是用竹筒装的。今天点了他们这边的推荐定食，然后有这个蔬菜。旁边的是就是宫崎比较有名的鸡肉南蛮，然后有一小碗的这个荞麦面，特别热腾腾的荞麦面。然后呢，这个也是当地比较有名的红鳟鱼，尼基马斯红鳟鱼，它这个中间是有一道这个彩虹色的，所以叫红鳟鱼。它的肉质特别细嫩，入口会有一点点甜味，我觉得挺好吃的。这个鱼是比较有名的河鱼了。然后今天吃完午餐，下午还有一个想要去的地方，就是他们这边有一个露天的小火车。老宋是对这种小火车真的是非常的有兴趣。然后从高千穗峡这边呢，当然如果开车的话就很方便，它也有那个，如果是不开车的话也有出租车，你可以叫出租车过去，或者是像老宋一样走一走，欣赏一下沿途的风景，其实也不错。哇，这片红叶特别漂亮。整个一下子天放晴了，阳光出来了。这里是高千穗神社。终于走到了，走过来确实稍微有点距离的，大概30分钟左右，所以大家量力而行。不过我觉得沿途风景还挺漂亮的。这就是小火车的地方，前面地方应该是站厅，然后在那边买票。果然是很多人啊，大家对这个小火车还都挺有兴趣的。这应该是上一班车回来了。这种还是第一次坐，在日本。高千穗小火车的路线其实是当年高千穗铁道旧线的一部分。原本高千穗铁道从高千穗站通往岩港，约50公里，是当地人重要的交通路线。但在2005年受到台风的重创后，整条铁道被迫停运。后来在当地居民和地方政府的努力下，在原有的铁道线上开始了以观光为目的的高千穗小火车。到2017年，小火车改用现在所看到的敞开式观光车厢，以突出观光的特色，当然也成了吸引游客的一大亮点。这还挺浪漫的服务，在火车上吹泡泡。
我觉得大家还是挺喜欢这个小火车的，虽然是很简单，但是挺有乐趣的。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找到了小时候在公园里坐那种小火车的感觉，而且它有这个泡泡，我觉得这个想法真的很好，很棒的创意，给人特别大的情绪价值，大人小孩都特别开心。又回到巴士中心了，等一下要从这里再继续坐巴士去熊本。今天晚上住在熊本那边的。搭乘产交巴士，本车是途经高森站前，开往阿苏站前的阿苏七户号。结束了在高千穗的旅行，因为也想去高森站看看，所以再次乘坐阿苏到高千穗的直达巴士前往高森站，然后从高森站再转乘南阿苏铁道的列车以及 JR 丰肥本线的列车返回熊本站。这段路程会穿过九州中部的山岳与乡间地带，一路是悠闲的田园风光，或是俊朗的高山纵谷，风景极其漂亮。高森站其实也是很多人特别会专门来打卡的一个地方，它的站前有一个海贼王的铜像，就在熊本各地都会有这个海贼王的铜像。等一下就是要坐这辆车去立野，这是南阿苏铁道。然后换成 JR 的线路，换成这个车到肥后大津。到熊本站了，这次还是第一次来熊本站，一直还没有到熊本站这边来。要从熊本站前坐他们的路面电车，然后去今天住的酒店的地方。真的是人还挺多的，刚好现在是下班时间吧，应该。晚上来吃一个熊本拉面，天气变冷了，吃个暖和的。又回到熊本机场了，3天的旅行还真的是挺快的。还是要先去吃个午餐，现在12点多，刚好吃个午餐，然后等一下下午坐飞机回去。据说这家汉堡肉的店还不错。有熊本机场限定的这个熊本的牛肉的咖喱，这个咖喱其实挺不错的。然后它里面是加了熊本的赤牛，熊本赤牛也是熊本比较有名的这个牛肉了。一直听说他们家的这个汉堡肉特别好吃，真的是挺不错的。外皮它烤的稍微有一点点焦香，然后里面的肉啊很嫩，肉汁很丰富，很浓郁，真的是鲜嫩多汁。熊本机场新建了之后，重建了之后就真的非常大。安检过了之后，里面有特别大的一片购物的地方，购物的区域，有很多熊本限定的特产。这边也是大堆的熊本熊出没中。这种用纸做的拼图，然后拼出来的是一个高达，这个还挺酷的啊，这看起来也不错。买一个这个红茶，最后再来2个拉面。熊本的特产还真是挺多的，可以在这个寻彩馆这家打95折。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阿苏和高千穗作为九州中部2大最著名的景点，这次能够同时前往，也算是完成了九州旅行的一桩心愿。因为大多数观众朋友都是依靠公共交通在日本旅行，所以很多朋友也希望可以分享一些公共旅行的交通和规划。所以根据这一次的3天之旅，我也一并制作了3个方案供大家参考，希望大家可以在不同季节感受九州中部的美景。
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